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一个 OPPO Watch， 它就叫 OPPO Watch， 就是 OPPO 出的第一款智能手表的体验。之前 OPPO 呢是没有出过手环，也没有出过手表，不客观的体验。小白测评，今天这期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OPPO Watch。这个颜值就已经让你非常熟悉了，是吧？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特别感谢。外包装上呢，它也是一个长条形的设计，然后它是让你横着放的，就是无论是表盘还是这个字，全部都是横着的。然后打开呢，这个手表我前期呢是已经把它设置 OK 了，然后里面呢是一条数据线，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什么材质的？这个塑料的一个充电底座，但是这块塑料的充电底座的质感非常好，给大家一个特写。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说明书之类乱七八糟的。之前无论是小米、三星、华为的这些主流的安卓等手表呢，我们都给大家做过横屏。这视频呢，其实在功能上呢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。这个智能手表，因为它都是基于 Android Wear 的，所以说大家这个功能上你支持的我也都支持，这个你有的应用我也都有，这个就不是苹果和安卓的区别了，因为大家都是安卓，大家都一样。这次呢，我主要想跟大家说一下这块手表的材质和质感。这次呢，应该是有3个版本，一个是42毫米的，就是小号的，跟这个 Apple Watch 那规格是一样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46毫米的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。另外呢，它是一个曲面屏的设计，就是两侧呢它是明显的是有一个曲面屏的。即便这个手表很小，但是打到浅色界面的时候，这个曲面屏的视觉上的观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默认呢它是一个氟橡胶的这个表带啊，这个表带的质感呢，因为我 Apple Watch 2块全部都没有带回家，全部都在武汉工作室，我云测评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无论是质感，还有就是摸着这个手感上面，正面的观感上呢，不用说，这个除了曲面屏之外呢，也是挺像的，因为大家都是这种矩形的方块表的这种设计。这次的3个版本呢，应该它最顶配的那个版本是有这个皮质表带的，应该是比这个高级的，而且它后期呢肯定还会出很多配件，第三方呢应该也会出很多配件。这个表带值得说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连接的部分，猛的一看跟苹果那个非常像啊，就是也是上下各有一个小钮，然后你摁进去，你以为是把它滑出来是吧？其实呢，它这个是一摁，然后就是给拽出来的意思，一摁然后就扣上去了。整个的这个质感上呢也是非常的紧实，并没有出现任何松动的情况，这个上下都是把它2个都拆下来，看，也是一个小方块的这个手表。我手上这个版本呢，它是一个陶瓷加钢的这么一个材质。如果要是低配版本的话呢，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这个售卖信息，应该是有这个塑料的版本，所以说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个后壳是有这个塑料的，但是我这个是这个陶瓷加金属的这么一个材质。正面这块屏幕的参数我给大家打出来，这个我视觉上观看起来啊，这个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个精细程度呢 PPI 是300多，里边这个 UI 呢也是这种矩形表呢，比较传统的，就是像手机上的那个小的 App 是一样的，就是9宫格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它功能上呢，你向下滑动呢，它是拉出来这个通知栏，这跟手机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比如说什么 WiFi 啊，什么声音啊，飞行模式啊，什么亮度啊都可以调。然后你向上滑动，就是通知。它跟这个苹果的那种矩形的，或者说小米的那种手表设计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圆形的表冠，它只有2个按键，而且这2个按键呢，刚才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它们的功能呢其实也非常少。首先呢，就是上面这个按键，这个就比较传统了，就是你一摁，然后它就切回到这个表盘界面，再一摁就切换到 APP 的这个界面。而下边这个长得非常像 OPPO 手机这个电源键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像，一模一样。这个Find X2 Pro 这电源键就是一个缩小的版本，默认的情况下你摁这个键呢没有任何反应，然后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快捷按键，比如说我现在设置的双击，然后它就切换到我的这个支付宝这个界面，我现在还没有绑定啊，同意协议。好，我看谁把支付宝绑上。当然它在不同的 APP 里边呢，还有一些单独的功能，就比如说秒表的时候，它可以用这个暂停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这2个按键的功能都是比较少的。这个其实和之前我们体验过的一些智能手表呢就有比较大的区别。这也就说明，在这个整个的人机交互的思维上呢，OPPO 更想让你去用手指点击这个
曲面的小屏幕。其实它这个曲面的小屏幕呢，上下也做了一个2.5D 弧面的这么一个处理。这个曲面屏或者说瀑布屏呢，我现在在手机上呢是有很多人不喜欢的，但是在手表上，我体验上来说，这个滑动的感觉确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当然，曲面屏视觉上的影响它也有，就是正面观感的时候，两侧呢有比较明显的反光问题，有得有失吧。就是你好看了，你操作起来更舒服了，那在视觉上呢可能就有一些影响。买卖二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，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原装正品，国行带票，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3C 数码贱货，赶紧搜索上车，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。这个软件的功能上呢，咱们就不繁琐的一一介绍了啊。之前的那些 Android Wear 的手表里边，我们非常详细都跟大家聊过，就是他们有的这个手表也全都有。比如说这个 eSIM 卡，它也是完全支持独立的，就把手机不用了，然后就一个手表带着，然后可以打电话，然后可以发短信，然后可以上网，全部都可以实现。这个是 eSIM 卡的一块手表，支付宝啊，什么支付啊，然后什么运动啊、听音乐啊，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些功能吧，就是全都有。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独立可以使用的这个手表。还有一些小点，就比如说这个扬声器设置在了侧边，有2个小的这个开孔。但是这次呢，我好像并没有看到它有这个比较强的防水的功能，它就是一个生活防溅水的级别，不是这个可以直接下水的，这个你需要小心一点。而且42毫米的那个级别好像要更低一点，因为我拿到非常早，还不知道最准确的参数，但是我使用上它应该是一个 Z 轴的小马达。还有就是手表跟手机的这个联动上，因为这款手表呢，它是完全可以独立使用的，而且呢，这个手表也比较新，现在 OPPO 呢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手表的 app， 它还是放到了这个健康这个 app 里边，比如说运动啊，跟这些相结合到一起，而且这个整个手表的这个管理界面呢也非常简单，就一个表盘管理，然后钱包，还有一些这个 eSIM 卡跟这个同步一些通知的这么一些设置。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电池方面，这个我呢是体验了1天，但是呢没有坚持到，因为我一直在试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，比如说 WiFi 啊一直开啊，联网啊，下载一些 APP 啊，我把它充满了之后6个小时差不多，然后就没电了。早上你把它充满电，1天的正常使用，就比如说一些消息通知啊，你全都打开，然后到晚上呢，基本上是 OK， 1天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它官方标称是18个小时，但是它那18个小时呢，就是条件比较苛刻啊，这个什么都得关了。然后我这个是46毫米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一个曲面屏的设计，所以说你就感觉这个屏幕呢向两边有这个扩展的感觉，这个视觉上啊有这种感觉，所以说你会不自觉的感觉这手表是不是大了那么一点儿。我手里呢没有别的手表，我找了一块我哥的这个机械表，当然它这个机械表的风格是不一样的，就是给大家大小上面一个参考，跟 Apple Watch 46毫米的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视觉上呢你感觉这个表好像要更大一点，因为它这个曲面屏的原因。总体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这块表的做工，因为 Android Wear 或者说安卓的智能手表，它怎么着也跳脱不出安卓的这个大的生态，所以说在软件和功能上面，大家基本上全部都可以实现，就你做的我也可以做。我中肯的说一句，这块手表的做工和质感确实要比小米的那个要好一些，当然它的价格肯定也要更贵一些，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价格，但是我知道这次的 OPPO Find X2 Pro 还有 X2 是非常非常贵的，那么这块表应该它也便宜不了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想选购一块智能手表的想法，因为之前呢正好在年前我们就做过一个智能手表的一个大横屏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苹果、小米和 OPPO 这3块手表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，你可以去把我们的视频都过一遍。这块手表给我总体的感觉其实和这次的 Find X2 Pro 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能感受到 OPPO 呢，它一直在努力提升它的质感，提升它整个产品线的高级感，也能感受到今年 OPPO 想要做高端的这个决心啊，这个价格上面也都能反馈出来。所以说今年机友们要好好搬砖了啊，因为后边的机器据我了解都不便宜，都挺贵的。后面我们再买到三星的那个智能手表，再加上其他家今年更新了之后，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带来今年2020年的智能手表的这个横屏。更多精彩的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我们的小白品商城还有我们的数据库也都在里边，赶紧扫码订阅一下。